2024年全女主角的韩剧《正年》今天首播，由获得青龙奖的金泰梨、新生代女演员辛瑞恩、豹子女士罗美兰与电视台当红主播郑恩彩携手演出。她名叫尹正年，出生于朝鲜时代偏远的木浦县，那时国剧正流行，只要成了角儿，基本能无忧生活。村子里都知道正年嗓音好，都劝他去学歌或做艺人，这是众所周知的事。可正年妈妈死活不同意。那天市场来了一批地痞，不给保护费就搭摊。姐姐郑慈为了平安，正打算交钱，偷偷抢走了他一天的收入。正年实在忍不住，大声抱怨了几句，没想到流氓们居然盯上了他，威胁要把他卖到酒楼或者那种地方，说那样赚的钱要多得多。正年一看，立刻想到一个主意，马上对那些混混们怒吼一声，然后开始唱起歌来。看他唱歌的模样，刚好被路过的大明星文玉琼看见了。唱完之后，村里人都热烈鼓掌，这正是正年想要的结果。因为那时听歌得付费，许多不太出名的歌手都是靠这种方式谋生的。看到头头不肯付钱，正年就问村民怎么办。最后在一片声讨声中，混混们只好先放一放。旁边的大叔觉得意犹未尽，还想再听一曲，邻居们也跟着叫好。正年看出了赚钱机会，急忙把姐姐拉到边上，然后对大家说，想听没问题，但得先把剩余买完。市场上的人都是度日如年的穷人，解决不了温饱，哪有闲钱听歌呀？正当此时，文玉琼从人群中走出来，答应买下所有鱼，条件是正年得唱其他歌曲。这对正年来说轻而易举，他坐在小摊上已调整好心情。正是这首歌让文玉琼确信正年有唱国剧的天分。他热情地递过来2张演出票，反复叮嘱一定要去看。一直到现在我还是有点懵，不懂这个人为什么买鱼还自己包了2张纸。难道首尔的绅士都这样吗？还好姐姐识字，看出来写的是文玉琼和梅兰国剧团几个字，那个很受欢迎的演员文玉琼。他二女儿在市场唱歌的事传到了正年妈妈耳朵里。昨晚年妈用家规狠抽了小女儿腿上10下，直到姐姐苦苦哀求，及正年多次保证以后不再唱歌，才稍微息怒。第二天一早，村里的女孩们都在问昨天那位绅士是谁。正年骄傲地拿出人家赠的门票，立刻引来众人一片惊叹。他们都听过文玉琼的大名，他赚很多钱吗？那还用问，房车什么的肯定都有了。一听能赚钱，正年就想去看看。于是当晚姐妹俩偷偷跑去剧院，开场舞让他们惊得说不出话。随着歌剧的进行，正年越来越兴奋，直到文玉琼扮的王子登场，不管是气质演技还是台词唱功，全都吸引着台下的观众。他屏住呼吸，心跳逐渐加速，喧闹的剧场似乎只剩他一个人，他完全投入到了演出里，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。晚上回到家后，他怎么也睡不着觉，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文玉琼的对白，不由自主走到了院子里，模仿他们的动作，总感觉少了点什么。姐姐察觉了妹妹的心思，提醒她剧院的演员都是顶尖的，意思是他们达不到那样的层次，那样的生活不是他们能想的。这话反倒让她更有决心。于是次日一早，她便沿着尘土飞扬的小路跑过去，微风吹起她短短的头发。正年加快了脚步，根本没空注意周围的景色，带着梦想勇敢地冲进宾馆。他想跟着文玉琼学习国剧，但管理员说剧团已经离开了。正当他感到万念俱灰时，突然有个人出现在他面前，正是文玉琼。正年结结巴巴地看着他，就请他到自己房间来一下，随后拿出一本《春香传》的剧本，让正年朗读几段。正年因为没受过专业训练，读得支支吾吾，连最基本的感情都缺乏。文玉琼直接指出他可能不适合这个，正年解释是因为初次接触，于是把文玉琼那晚的台词整整齐齐地背了一遍。文玉琼感慨地说，只听一次就达到这个水平，真没看错人。我在想，你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剧团的一员？文玉琼也承认正年天生就有一副好嗓子，不但声音清亮动听，还能唱出深情与悲伤。简单来说就是天赋异禀。但光有这些还不够入团，毕竟江团长对细节要求极高，哪怕是伴舞一个小动作没到位，他直接将对方开除，并且永远不再聘用。5天后，梅兰国剧团恰好要招新学生，主要测试唱功、演技和舞蹈。因为时间紧迫，文玉琼建议从表演和舞蹈入手。2人这般练习连续4天。世事难料，消息终将泄露。得知正年学戏，妈妈怒不可遏，直接把他锁在仓库里，还禁止姐姐喂他吃饭。第5天，文玉琼急得不行，直接跑到他村里，跟姐姐透露了一件事。下午，郑慈回到家，他贴在门缝里问妹妹，不唱可以吗？向妈妈道歉后就这么过，可以吗？姐，
我做不到。直到这一刻，姐姐才真正理解了妹妹的心意。原来刚才文玉琼跟她说，明早剧团就要考试，所以他们今晚得与郑年一起出发。趁妈妈不在，郑慈撬开了仓库锁，要帮妹妹追逐梦想。姐姐走在前面，郑年跟在后面，他们在月光下向星坛奔去，踩着尘土走向未来。虽然不确定是否能成功，仍然朝着目标坚持前进。最后姐姐将妹妹带到了文玉琼那里，心急如焚的来，到分别时却依依不舍。郑年感觉对不住姐姐，回家肯定被妈狠狠训一顿。但郑慈在开门那刻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他羡慕妹妹坚持梦想的勇气，觉得想唱就得外面闯闯。郑年发誓要成名再回来，晚上门我不会锁，可能只有家人不在乎你飞得多高，他们担心你会不会飞累了。郑慈努力忍着不哭，催妹妹趁妈妈未注意快走。可能两人心里都明白，这一别不知何时能重逢。梦想成为闻名遐迩的明星，刚一开始就遇到了阶级的歧视。乡下女孩刚加入剧团，就碰到3个首尔的女孩，她们知道她是由知名演员文玉琼推荐的，便介绍说一个女孩的妈妈是舞者，另一个家开餐厅。话还没说完，大肠便就闻到一阵鱼腥味。的确，那味道是郑年散发的，但他觉得自己家是卖鱼的，身上有点腥味很常见。但3个小伙伴却笑了起来，他们原以为郑年出自名门，没想到竟是个渔村的姑娘。正在此时，道英前辈叫他们去面试。面试的第一项正是郑年最弱的舞蹈。敏锐的江团长立刻发现了众人的问题，特别是文玉琼带来的那个，他为何动作迟缓，自己也不清楚。郑年只得说明他在家时手臂受伤了，具体伤因则未曾提及。接下来进行第2项舞台本表演测试，题目很简单，只需表现出悲伤即可。首位上场的多美抱着椅子，声泪俱下地演绎了母亲去世的场景。第2位女演员表演的是跟爱人下别离的痛苦，她平静地站在评委面前，缓缓闭上眼睛，记起那一年全家逃避战乱，途中父亲被流弹射中，临终前连句话都没留下。父亲意外去世后，让全家都心碎。不同于妈妈和姐姐的痛彻心扉，郑年想哭却哭不出声。想到这，他睁开眼，眼泪瞬间夺眶而出。江团长简直不敢相信，最初表现最差的竟有这样感人的表现。最后一项来到了演唱高潮，郑年的声音让江团长想到了一个老对手，可以说是竞争者。他刚加入剧团不久，就凭借出众的嗓音成了主演，这让一直刻苦训练的他难以接受，总感觉努力在天赋面前显得无力。不像江团长，偷听外面的朱兰感受到了深深的触动。道英前辈公布了新成员名单，首尔3人组都通过了，今年只有他们3人被录取。在这份极大的失落中，道英前辈补充说，还有一个特例录取名额，作为备选通过考核的是92号尹正年。大家都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，毕竟以往都没有特例录取。郑年还没来得及高兴，道英前辈就让他去团长办公室一趟。实际上，江团长这次找郑年有2个理由。首先，郑年是文玉琼推荐的，如果按常规录取，担心会引起其他人的反感。团员会议谈起用关系进后门，所以从此刻起，必须用能力来证明自己。证明并非仅因为文玉琼的关系，才能成为梅兰剧团的一员。其次，江团长想了解下郑年的母亲的全名。很显然，这名字并非那故人所用。晚上，郑年被安排在最末的宿舍，其他人看了都讽刺他运气真好。普通的人住4人间，文玉琼帮忙介绍的自然得住双人间。一开始郑年没察觉言下之意，只觉得这样挺不错的，只是睡前一直没看到室友而已。他一觉睡到第2天，奇怪的是室友好像没回来过。打扫时，好心的朱兰开始和乡下来的郑年接触，他是去年通过考核加入的剧团学徒，两人立刻变得很亲密，带他熟悉剧团环境。先是舞蹈编排的练习室，基本呈蓝色，代表正式演出用的幕后角落，接着是学徒的教室，然后两人参观了徐慧郎的别墅。他演过所有剧中女主角，与饰演男主的文玉琼同名。这里有个要点，朱兰特意提醒郑年，所有人都羡慕嫉妒他是靠关系进来的。正好这时有人找朱兰办事，他刚走，郑年马上就听见有人唱戏。当他看清那人时，郑年感到害怕，他从没想到除了自己，竟然有年轻人的歌声这么有感染力，猛然间差点跌倒。为了不被发现，慌忙逃回工作地点。下午上课时，江团长特意让新人代表郑年和上届优秀的歌伶许英旭一起唱歌。郑年马上认出许英旭就是那个人，突然间他感到没了底气，可能是被他的歌声打动了，逐渐找回了状态。许英旭唱完后，郑年竟能紧接着唱，气势毫不减弱，甚至不输对手。正当他要超过对方时，江团长立刻制止二人。他指出许英旭唱得好，是因为
他用丹田发声，通过后天努力控制好每个音节。而郑年则天生有一副好嗓子，但他想让学徒们记住，即便才华横溢，不努力练习也难有进步。课后，郑年叫住许英旭，真诚表达了对他的敬佩，并希望俩人将来能成为朋友。但许英旭对此不屑一顾，因为他已在名师指导下接受了10年严格的训练，警告郑年别以为比过几招就能平起平坐，在于是表演的难以站上高雅的舞台。说完他就帅气的走了。郑年心里那个恼啊！晚上他把这事告诉朱兰，朱兰泄露说，大家都清楚许英旭的个性，他妈妈是著名的歌唱家韩继周，他姐姐更是声乐神童。郑年刚想躺下时，室友就回到宿舍，没错，正是许英旭。因为首尔3姐妹的阴谋，郑年被江团长踢出教室。气愤之下，他去找对方理论，可多美总是以文玉琼做挡箭牌，什么有靠山就瞧不起人之类的话，郑年觉得不顺眼，就应该通过实力去超越他，何必做那些卑鄙的事。长辫子听完后提了个建议，3个月后剧团有场演出，如果能从殷前辈那里得到试镜剧本，3姐妹就愿意认输，认可是通过后门加入剧团的。郑年二话没说就同意了，但他加了个条件，如果他弄到剧本，3姐妹不仅要公开道歉，以后也不能再提走后门的事。最后他们俩约定了这个赌注，但是公演的剧本是限量的，每人只能得到1个，角色名还印着领取者的名字，加上道英前辈的诚实品性，朱兰相信他绝不会把剧本交给郑年。然而郑年已经无路可退，因此他不惜一切也要尝试。郑年在道英前辈面前跪下，他认为即使是学徒也应该有机会，就算能力不够没被选，这也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。一直阻止感觉有点不公，道英前辈败在过于正直，他同意让郑年参加新人演出的角色分配，能否得奖还得看这次主角许英旭的决定。郑年不顾脸面举手，希望对方能分配给他一个角色，毕竟为了这次演出做了6个月的人都很努力，突然有个10天前才来的想抢角色，光靠嘴上功夫就想赚便宜，学姐们让他别自不量力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许英旭竟给了他一个关键的男仆角色，因为原来的恩静生病了，而昨天的替补也退出了。要知道男仆角色非常重要，大家都不明白许英旭为何如此选择。郑年迟疑了一会儿，还是接受了。谁知道正中了许英旭的圈套，拿到剧本的郑年虽然很高兴，但也感到特别紧张。那时候演反串实在是个挑战。果不其然，第2天演出出了岔子。郑年不懂，他说让重演，却不说哪儿错了，他该怎么修改呢？许英旭气呼呼地瞪了他一眼，转身去拿男仆的道具。자, 도련님, 어떻소? 아닌 게 아니라 과연 잘 지었지요? 郑年完全被许英旭的表演吸引，他仔细观察对方的每个动作，每个神情和表情，试图在排练时做到像模像样。不过许英旭早已识破了他的意图，刚才能模仿到这程度也算厉害，但如果没信心演好，那现在可以走了。直到那一刻，郑年才明白，人家安排这个角色其实是希望他自己退缩。你本来就不符合条件，却依靠文玉琼的势力来到这里，你真的有那么本事吗？那天下午，文玉琼邀请郑年到家里，直接给他一份剧团剧本，明确告诉他带他来不是为了研究演男仆，而是看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，或者是培养成竞争男主角的新星。只要沿着他铺设的道路努力，肯定能比别人更快成功。一方是一帆风顺，另一方则是没完没了的质疑。郑年会接受文玉琼的好意吗？他其实是唱戏的奇才，却被母亲逼着回乡受苦，最后甚至被剧院赶走。原来他拒绝了文玉琼的善意，想凭本事赢得剧团的剧本，否则就如那些人所言，是靠关系走后门了。这番话深印朱兰心中，他认为郑年特别有志气，于是在逛街时精心挑了个礼物，把雄鸟送给郑年，自己留了雌鸟，各持一只作为誓约之物，誓言友谊长存。为取悦朱兰，郑年是做终身挚友。回剧院路上碰见个免费跳舞的人，乍看没啥技巧，看起来所有动作都随性味，未经事前排练，但郑年很快明白了其中奥妙。舞者的步伐看似混乱，其实不是随便，而是非常明白观众喜欢什么，通过舞蹈让大家开怀大笑，这不就是个出色的老师吗？因此在学徒公演前1周，郑年没去排练就消失了。转眼已是1周后，徐慧郎前辈气冲冲地把学徒公演的组织者许英旭叫了出去，因为郑年最后一次排练也未出席，毕竟这关系到剧团的名声，所以他觉得就算要对手离开，如果郑年明天不回来，公演该怎么办？没想到许英旭提了个让人吃惊的方案，他不只能演男主角， 어찌되어 묻는 것이 아니라 편지 보니 사연도 불쌍하고 还能扮演男仆。 아이보시오 여보
그런데 당신이 춘향이와 어찌래요? 一人两脚让徐慧郎很满意。很快就到了学徒的公演日，好多人大老远跑来看表演，可郑年还没回来。就在许英旭准备宣布分配角色时，郑年赶到了化妆室。他没参加过任何彩排，大家都以为他配合不了别人。许英旭似乎也在等着看他出洋相，因此对他失踪的事也没深究。然后是接下来的30分钟唱歌环节。这次学徒的表演真是棒极了，观众们都注意到了新星郑年，连许英旭都对他的表演赞不绝口。大家一回到后台，江团长立刻向大家道贺，接着特别表扬了郑年，能快速找到自己的风格，真的很不简单，因此决定特批他主演今年的剧团大戏。兴奋的要报仇了，郑年让大辫子履行之前的赌约，抱歉。第二天练基本功时，大辫子故意报复，用木剑击中朱兰的手臂，导致骨头裂开，需要石膏固定一段时间。虽然伤得这么重，他还坚持要去那个地方。郑年担心，便跟着去了。原来朱兰姐姐患了肺结核，加上剧团发的钱太少，只好用假名挣钱寄回家。他还明确表示没有用剧团名义。郑年听了越来越心酸，就主动进了店，向老板娘提出替朱兰工作。老板娘很识大体，考虑后同意了这个请求。于是郑年偷偷在咖啡店打工了。不久，他的真实身份被一位熟客识破。老板娘机警地想了个计策。第二天，常驻歌手临时有事不能来，替补也被隔壁店挖走了。急中生智的老板娘想到了郑年，希望他今天能帮个忙，不然就揭露他的背景。最后在老板娘的软硬兼施下，郑年作为新晋歌手踏上了舞台。他那青涩又独到的声音马上引起了角落一对男女的注意。工作一结束，那男士迅速拦下郑年，递给他一张名片，自称是 HK 电视台的导演朴宗菊，预言其节目将风靡全国，能让像郑年这样的新秀成为明星。说完便转身离去。其实郑年根本不在意，因为他压根不知道电视是啥。他刚到剧团准备睡觉前，妈妈突然在后面出现，一句话没说就拉他要回家。但这次女儿不愿听妈妈的，挣脱手站在那儿。没想到妈妈告诉他，唱歌虽然外表璀璨，却可能侵蚀心灵，毕竟他历经过这一切。恰在此时，江团长也回到了剧团，他看着郑年妈喊出了那名字，好久不见，龚轩啊。郑年是主动加入剧团的，名言若不想旧事重提，就别在门口无理取闹。具体细节我们不清楚，不过我猜，从小就出名的郑年妈，不晓得为何半途而废国剧，转而去唱流行歌曲，但最终未取得成功。江团长追问老朋友，是不是担心女儿重蹈覆辙，最后像他一样失败？那个半途而废的龚轩现在开心吗？江团长希望好友去了解自己的女儿，仔细听郑年唱歌。郑年妈看着女儿，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。虽不希望女儿重蹈覆辙，但在郑年的苦苦哀求下，她终于心软了。她告诉女儿，现在的坚持或许最后一无所有。没想到母亲走后第2天就出事了。许英旭的大姐因人回国休息，姐妹俩去咖啡馆小聚，意外遇见了帮朱兰唱歌的郑年。听到熟悉的声音，英旭立马回头确认，没想到竟然碰见仇人。同一时间，郑年也注意到了坐在下面的英旭，紧张的差点忘了歌词。英旭拎起包就离开了咖啡馆。下午，江团长气呼呼地闯进教室，问郑年外面唱歌是不是真的，毕竟招新那天明说了禁止这种行为，剧团里谁要是在外头唱歌真是大忌。看到郑年没否认，江团长就让他立刻走人。朱兰原本想上前坦白一切，但郑年阻止了他，然后冲到院子里去了，跪在江团长面前直接认错，同时苦苦求情，解释自己必须那样做的理由。江团长也并非无情之人，他同意郑年把迫不得已的理由说出来再考虑。但郑年看了看旁边的朱兰，沉思了好一会儿，还是决定自己承担一切。江团长绝不会仅仅为了一个人改变规矩，立刻严肃地强调了这一点。有些事并非单靠跪地道歉就能消解决的。作为国剧演员，连基本都搞不定，还怎么配演角色呢？随后直接让人将郑年赶了出去。实际上有人一直在默默关注着这事，那人就是剧团名角文玉琼。文玉琼原本打算先把郑年安顿好，等江团长气消后，他会出面帮忙求情。但文玉琼刚离开就遇上别的事情了。徐慧郎前辈教育郑年说，做人需要懂得看人说话，不只是为自己，也要考虑别人。若是江团长知道有人被开除还住这儿，那文玉琼多难堪啊。所以你不会不好意思赖着不走吧？郑年明白了这层意思，当天下午便离开文玉琼家了。因为他点了6个包子，但到了付账时却发现包里的钱突然不翼而飞。老板以为有人想赖账，马上把郑年送到派出所。警方提出2个处理方式，
不是坐牢就是找人还钱。于是郑年想到了蒲宗菊，很快朴宗菊帮他垫了钱，把他从派出所保释出来。他很想知道接下来有何打算。当时郑年梦想成为歌手，不料却落入蒲宗菊的圈套。第二天一早，这家伙把郑年带到首尔中心电视台，参观了直播用的摄影棚，解释说由于技术限制，目前只能做电视直播，预言未来大家都将争相上电视。不同于国产剧，在电视上一唱歌，全国的人都能听见，尽管有些人听不懂，但郑年被刚才那段对话吸引住了。下午时分，朴宗菊让郑年签了合同，里面只说了付款事宜，郑年就盖了个章。合同用了很多中文，看不懂，但他信任对方，还是快速同意了。接着朴宗菊请了位声乐教师，把郑年交给他，直到出道。首堂课便是转变郑年的外表形象，从鞋到衣服，从化妆到发型，都进行了全面改造。然后是关键的演唱环节，不知不觉几天就过去了。为了扩展社交圈，朴科菊决定带着郑年去英人的演唱会，这儿聚集了许多社会名流。出乎意料，许家邀请了梅兰剧团的众人，其中就包括了姜团长。他看了郑年一眼，没说什么，直接走向演唱大厅。名演员文玉琼和女演员徐慧郎也紧随其后。郑年见到老东家时，低着头，宛如背叛者。许英人已成著名美声歌唱家，他母亲显而易见的偏爱，对二女儿许英旭视若无睹，甚至在演唱会结束时硬逼他站起来鼓掌。毕竟英人是许家的骄傲。演唱会后，朴宗菊将郑年引荐给台长，请社长多多支持新人，让他们更多曝光。远处姜团长看到几人笑语欢聚，误会郑年真放弃国剧了，气得直接离开晚宴。同时许家在接待客人，议员夫妇夸赞英人唱得好，顺便询问英旭的近况。英旭说他在学国剧。听到这话后，议员夫人顿时一脸厌恶，旁边的徐母立刻开始阿谀奉承，称赞夫人对各种艺术都很内行。我目前只在学徒演出里担当过主角，正在剧团里努力争取更重要的角色。晚宴将近尾声，不习惯穿高跟鞋的郑年找了个角落，正想捏捏脚，却突然听到附近有人在争吵。往那边一看，原来是徐母在骂英旭。他觉得女儿不懂得察言观色，别人一提到国剧脸色就变了，还坦诚自己没当过主角，真是太丢脸了。毕竟人们都觉得职业有高低，艺术也有好坏之分，也就是说国剧没那么高档。英旭不懂为何妈妈不支持，徐母直接指出问题。因学国剧离家出走的原因，没立刻断绝关系，也是看在母女情分，但到现在还没成为主角，也太丢我们家的脸了。说完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恰巧郑年有点坐不住了，他正想起身，英旭马上冲到郑年面前，误会他故意偷听母女对话，接着直接给了他一个大逼兜。郑年也不甘示弱，于是两人开启你扇我，我扇你的持续拉力战。郑年警告英旭，今后将以牙还牙，不再容忍他了。接下来他们会有什么故事？番外篇，宴会时刻，文玉琼邀请郑年坐旁边，刚聊几句他就被叫走。趁此机会，刚想说举报的不是他，没想到郑年说他明白，还说了解他，只是说话刻薄，不是个到处泄密的人。郑年和许英旭差点在晚宴后开打，他有点搞不懂，难道像温室里的花，别人发现被妈骂就能随便发火？许英旭听了更受伤，别人家的事都不懂就来安慰，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。郑年觉得徐母很出名，他一直享受着这些好处。你知道我为了证明不靠妈妈有多努力吗？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，你真是不知福中之福。总的来说，这两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出身，引发了巨大的误解。第二天一早，郑年在朴宗菊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这小子偷偷拍了很多妈妈的照片，签合同时候没说过这事儿。朴宗菊原本没什么好意图，他递给郑年一叠报纸，全是关于郑年母亲蔡宫轩的新闻。没错，他早知道郑年是宫轩的女儿，郑年母亲曾是著名影星，女儿嗓音和他如出一辙，因此这份看似偶然的机会才降落在郑年身上。这一切被揭露后，郑年恍然大悟，最终指出给剧团打小报告的正是朴宗菊，没想到居然主动落入了圈套。没想到朴宗菊的图谋还有后续，他打算利用郑年是宫轩女儿的事实，先在电视上制造热议，再邀请郑年妈妈来唱那首红歌。郑年这才明白赞美自己只是假象，真正目的是利用他妈妈，因此他决定离开电视台。朴宗菊不再掩饰，直言如果现在离开的话，得付给电视台违约费，合同都是明文规定的。从办公室出来，郑年心不在焉的经过了唱片行，他想弄清楚妈妈当年是什么样子，于是买了那首最热门的歌。店主看他是年轻人，热情推荐了一个很有名的歌手，一提到他就会联想到这首歌。郑年听着妈妈的专辑，不由得想起那夜的场景，终于懂了唱歌毁掉
他一切的含义，母女是不是也会有同样的命运？一大早，郑年被蒲宗菊带到了现场。开拍前，他把朱兰的礼物别在胸前。在彩排时，声乐老师特意提醒了：现在唱没关系，等直播时哪怕出错也得唱完。彩排前半段表现很棒，连挑剔的蒲宗菊也挑不出毛病。老师也觉得这孩子能成星。到了歌曲第二部分，按剧情应轮到男生唱，郑年就按男性特质唱了。朴宗菊一听立刻停彩排，强调她是女歌手，只要舞台上迷人就好，别搬国剧的套路，轻轻耸肩摆动步伐就行，别多做。郑年不理解，为何让她像妓女一样卖笑，好歹也毕业于正规剧院。朴宗菊当众大声斥责，这不是梅兰剧团，如果不能按自己的方式演出，那我就不干了。老师建议他去劝导郑年，然后走进休息室，提醒学生别忘了当初的约定，这是不能因心情不好而违背的。所以请忘了蒲导演，接下来的表演不属于别人，只属于你郑年，请尽情的大胆表演。老师会在台下看着，直到结束。很快就是正式直播时间了，全国电视台都在直播郑年的演唱会，就连梅兰国剧团的伙伴们也一起围观这场演出。几乎完美的歌声迷住了所有观众。正当台里的领导们为即将到来的成功沾沾自喜时，郑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他立刻脱下了高跟鞋，在第二段演唱时以男性角色的方式表演。因为是直播，所以不能中断，恰好被路过的文玉琼和江团长发现，注视表演的老师也流下了热泪。那时对女性有很多刻板印象和歧视，大家都觉得女歌手应该风骚做态，还没人敢公然挑战这公众观念。除了国剧里的男扮女装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郑年的反抗不仅展示了女性的另一面，也开启了新的时代。虽然老师很高兴学生能独立，但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。同时，朱兰向江团长说明了打工的原因，他宁可自己被赶走，也要把好朋友换回来。另一方面，因为郑年没按照蒲宗菊的安排，导致投资者纷纷撤资，这小子便迫使他赔偿违约金。话音刚落，江团长已经出现在后面，他以郑年是他们剧团的学徒为理由，自愿支付高额违约金，并决定带他离开。在回去的路上，江团长对郑年说，尽管他是在帮助朱兰，但毕竟在外头唱歌赚钱，所以回去必须接受处罚。就在这时候，郑年提出了心里的疑问，最初让他加入剧团，是不是因为他妈妈的关系？想到自己在妈妈庇护下还什么都不知道，真是心里堵得慌。江团长劝郑年不要胡思乱想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，不要拿自己和想象的妈妈比较，折磨自己。更何况录用的理由不那么重要，关键是要把握当前的机遇。他只有一个愿望，那就是坚持到底，努力实现自己的选择。郑年随江团长回到国剧团，那晚他在宿舍里见到了许英旭，认真地向他道了歉。原本以为有个出名的妈妈会很骄傲，但亲身体验后才明白自己多么渺小，因此对那天说的话深感后悔。没想到许英旭的原谅方式挺独特，他选择不再回想过去。日子很快又恢复了平静，学徒们全神贯注学习。郑年和朱兰在外面遭罚，1个月就这么过去了。但是在选角公演的前夜，有人故意将郑年锁在仓库，显然有人不希望他参与。与此同时，试镜已经开始，许英旭意外地试镜了反派男主，而这角色以前都是道英前辈的。不一会，朱兰发现郑年还没到，正好轮到他试镜，于是找郑年的任务自然而然地交给了许英旭。话说回来，当许英旭找到郑年时，他卡在窗户上，他二话不说就拉了，郑年也拼命往外挤。僵持片刻，只闻咔嗒一声，郑年呼的一下冲了出去，正好砸在许英旭身上。多亏有你救我，喂，我们得赶紧了。两人在最后一秒及时赶上了试镜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郑年没争演主角或配角，反倒想演个跑龙套的土兵甲。次日角色全都定下，团长带队开始排练，但许英旭的反派演出没平时好，他自己也感觉不行，于是晚上就不停在镜前练习。恰好被经过的郑年看到了，他直接提了出来。许英旭一直在模仿道英前辈的风格，完全没有自己的个性。许英旭转头对郑年说，自己管自己吧，他不可能像别人那样，不论是台上还是台下都那么从容，他每次都得证明自己。你究竟想证明什么？证明我有资格做韩继周的女儿，我非得让我妈承认不可。因此两人大吵了一架。许英旭觉得郑年只适合演士兵甲，而郑年觉得说这话还太早，说不定将来嚣张的许英旭得跟着他跑。没想到公演当天出了离谱的事，许英旭从首尔的轩姐妹那里知道，锁仓库的人正是很有名的徐慧郎前辈。他立刻把这事告诉文玉琼。国剧团的演出就要开始了，许英旭演反派老大，朱兰演间谍，两人还没对话过，让江团长很不满。毕竟这俩角色很重要，仅次于文玉琼和徐慧郎2个主角，如果演得不好，那整个剧就掉色一半。所以他希望许英旭和朱兰能够重视。另外因为时间紧迫，直接省略了配角的对词环节，这让郑年完全无法理解。朱兰也有自己的难处，因此练习后他拦下了许英旭，希望他能抽空跟他排练对白。
并说不介意等到很晚。但许英旭有点生气，因为他还没掌握好角色，所以觉得现在排练对白还早，默契等等再说也不迟。二人的谈话刚好被郑年值日听到了这些，他安慰着朱兰，许英旭脾气就那样，别理那种人。没想到大长便提醒说，还是多关心自己吧。刚才练习时，士兵的台词一句未提，对戏这玩意无非是围着主角转圈。最开始挑角色时应该选重头的，不这样许英旭一亮相，士兵们就没人记得了。大长便虽然粗糙，但大家明白这个道理，从不相信那些迷信，立志当个优秀士兵。晚上许英旭在努力找准自己的角色定位时，突然听见旁边有人跟着念词，他一出门就发现了朱兰蜷缩在练习室外头，可能是被别人的勤奋感动，或者想给对方出个题，于是问为何戏中的女间谍会犹豫不决。朱兰根据自己的理解，从性格到背景，再到人物情绪与剧情发展，一一详细解释了一遍，这让许英旭认为朱兰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，改掉那种目中无人的态度。不懂的时候求教，不会提前着急吗？肯定会，但同时也很期待，可能我会发现前所未有、独一无二的女间谍。听朱兰这么一说，许英旭意识到自己还有许多不足，立刻决定和朱兰一起学习。这两人简直是天生的拍档。朱兰立刻就看出来了，许英旭在模仿道英前辈的同时，还耐心听着他发牢骚，甚至鼓励饰演多种角色，毕竟正式前都还有机会改变。在朱兰的鼓励下，许英旭也打开了心房，两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对反派男主角进行添加。正在这时，许英旭忽然找到了感觉，同时郑年正头疼怎么办好士兵甲，突然道英前辈找他，他就趁机向人家求教。道英前辈直言不讳，说他声音太尖，感情传达不到，因此建议他要想演得好，所以只要上舞台，确保一眼就让人看出他是男的。第二天一早，郑年就换上男高中的校服，决定去城里边走边观察学习。镜头切换，郑年在街头碰到一位中年男士，模仿对方的站立姿势，还学着查看手表的动作，然后又偶遇一帮不良少年，模仿别人双手插兜站得笔直。但坏学生以为他来挑衅，叫上朋友准备去教训他。郑年也不是吃素的，看形势不对，立刻逃跑。最后在一个转角，成功摆脱了那群学生，结果不料跑进了伤残士兵的营地，他干脆留下帮了大忙。午餐时大家开始聊起战争，营地主管回忆他18岁就上了战场，因为害怕又想家，所以经常夜里躲在被子里哭。他还提到旁边的2位女士都是以义勇军的身份参战，负责烧饭的姐姐未完成大学就前往前线，另一位则是婚期前夕就走了。好奇他们是否后悔，他说自己从未后悔，毕竟总得有人上战场。这话让郑年忆起他们一家为逃避战争，也未能为父亲安放得当，但与妈妈和姐姐的痛心不同，在这个营地里的人们仍能欢笑歌舞。在另一处，许英旭邀请了他妈妈参加几天后的演出，承诺如果这次还不能满足他，就不再纠缠。他几乎把职业生涯当赌注，许妈这才勉强同意。晚上学习了一整天的郑年特别高兴，想把这份喜悦和朱兰分享。他找了好久才发现朱兰和许英旭关系密切的像一个人，不禁让他感到有些失落。几天后演出就开始了，登台前道英前辈注意到郑年很用心，反而劝他不要太过出风头。戏剧背景是高句丽和乐浪国正在交战，代表乐浪国的自鸣鼓一旦响起，即表明敌军来袭。由文玉琼扮演的高句丽王子为了赢得战争，派了女间谍由朱兰饰演的珠儿打探消息。得知自鸣鼓由乐浪公主木莲负责后，他想到了一个计策。珠儿行动中重伤，获得王子关怀，对他渐生情愫。王子的打算却是让徐慧郎扮演的公主爱上自己，只要结婚便停战。而许英旭扮演的大汉丞相听到这消息，焦虑不已，整晚失眠。因为只有高句丽和乐浪不断交战，耗费兵力，他才能轻松并吞2国。所以他告诉了珠儿王子和公主即将结婚的情况，利用他对王子的情感，让他去给公主送信。许英旭的表现非常棒，连平时严厉的许母也忍不住鼓掌，同时也触动了在场待命的郑年。他即将出场扮演的士兵角色，为了展示没有所谓小角色，他的表演特别卖力，这不仅让观众情绪起伏摇摆，连一起演的演员们也被他感染，情不自禁的即兴加戏。但这在剧团是大忌讳，江团长马上告诉他，要放弃过度投入的想法，个人过于突出会乱了剧情节奏，别拼命显摆自己。公主很快收到了伪造的信，信里假装是王子的话，命令公主破坏自鸣鼓。随后丞相前往乐浪，他表示想和乐浪建立友好关系。就在此刻，一个士兵来报告，告知高句丽军队正在袭来。他话还没说完，就看见了营地负责人和女战士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父亲悲惨的死亡场面。于是郑年加重了自己的表演。高句丽军队已经抵达城门外，再加上那时是1950年，朝鲜正处于战争中，观众被强烈的情绪吸引，大家纷纷催促郑年，也就是士兵甲去保卫国家。战争的景象不断在郑年脑海中闪回，
所有的不幸和坎坷化为一滴热泪。他决定唱首歌：乐浪国事的百姓啊，我们一起对抗高句丽。在此号召声下，要我如何置若罔闻？这一喊，梅兰剧团差点被毁了。就在老板认为事情黄了的时候，一位经验丰富的前辈站出来了，表面上帮着新手继续工作，实际上是在暗示他犯了错误。前辈费尽心力把进展拉回正轨，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，但菜鸟却认为他的发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，甚至厚颜无耻地去领功。江团长气得宣布以后不让他上台，他的角色被别人取代。然而郑年不甘心，刚刚观众很认可他的表演，却不知道问题就在这里。江团长指出，观众本应只关注剧情，却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配角上。从此以后，只要有一点失误，观众对剧本的喜爱马上会变成嘲讽。既然喜欢出风头，为啥不选主角，偏要演个小兵？郑年被狠狠地骂了一顿后，意识到了错误，懊悔地坐在后台，直到演出结束。与他大不相同的是许英旭，许母急切地抱住了女儿，首次毫不吝啬地夸赞，这让许英旭误认为妈妈接受了他，幻想母女关系有所缓和。没想到许母心里藏着个大阴谋，原来他发现郑年的声音很特别，便动用关系调查了他的来历，果然不出所料，郑年是龚轩的女儿。接着就是阴阳怪气的开始，比如一些人再努力，也比不上天生的才华。他希望许英旭能明白，趁天赋未达巅峰时，好好压制一下就可以，就像昨天差点毁了公演。同时，郑年在剧团里成了人人避让的人，只有朱兰肯靠近他。其实郑年心里已经明白，不如把自责和愧疚变成提升演技的机会，因此他最近一直在研究其他角色。原本试镜士兵就是为了方便观察，上台后却把这事忘了。朱兰为了支持郑年，也愿意一起练习新角色，只是一直演男性角色有点不习惯，突然扮演女性角色，郑年调声音根本调不过来，还老忘词，比朱兰的女间谍总差那么点。朱兰发现了好友的困境，建议他从汉相角色研究起。正是这轻轻一抬，让朱兰对他另眼相看。恰巧二人练习的声音被路过的许英旭听到了，一下子极度充满了头脑，气冲冲地跑回宿舍，然后摔碎了郑年新买的妈妈旧唱片。郑年原本要去找他理论，但走到练习室门口就看见许英旭边哭边唱，郑年一下被那歌词的悲伤感动。许英旭想知道他怎么唱得这么动听，难道只因为他妈是个天才，不用刻苦练习还能嘲笑别人的努力吗？郑年听后没生气，坐到许英旭对面，直说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别人一听他唱歌就会想起妈妈，那样只能永远活在妈妈的影子里。龚轩就是龚轩，尹正年就是尹正年，想要真正改变，只能勇敢前行。郑年希望许英旭别否定自己的努力，因为那些汗水和泪水才真正属于自己。第二天清晨，许英旭精力充沛地跟朱兰对戏，两人共同提升演技。郑年则躲在练习室里，试了上百次，仍然无法掌握女间谍角色的要领。就在这时，文玉琼进来了，他请求别人帮他练习一遍。巧的是，文玉琼原是大反派，而且很久没演戏了，他高兴地答应了。意料之中，又忘词了。他总认为自己不适合扮演柔弱。文玉琼建议关注别人的演绎方式，然后调整自己的角色特色，用眼神和动作弥补台词的生硬。还有一个关键点，就是要考虑全局，不应只专注于自己的角色，应该站在整个剧的角度考虑如何表演。彩排时，郑年和江团长坐在观众席，天花板的吊灯突然掉下，朱兰反应迅速把许英旭推倒，因此避免了意外。但因为事故发生太快，他急于救朋友，结果脚踝扭伤了，看来他今晚不能参加演出了。江团长命令道英前辈把朱兰立刻送到医院。朱兰意识到许英旭感到非常内疚，便激励他晚上的演出也要加把。江团长安排恩静替演女间谍，但恩静却说自己肚子疼无法演出。郑年一听这话，眼中满是渴望。江团长简直快被气炸了，这么多学生居然没人能记住女间谍的台词。他保证只要敢于站出来，谁都有资格参加这次机会。你们真是一帮废材，给了机会也不会抓，连女间谍的台词也没人背出来。话音刚落，郑年的声音就响起，他适合演女间谍。江团长让郑年上台，但不能再抢风头了，只要好好配合许英旭，就能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，让他的反派角色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印象，就算完成任务。听后，郑年立刻爽快地答应了。很快，剧团的演出就开始了。郑年完全投入到自己的角色里，加上他的漂亮嗓音，赢得了观众的一致称赞。但还没来得及高兴，接着一个失误发生了。在第二幕，许英要女间谍送信的时候，他进步得让人吃惊，许英旭居然忘词了，脑子里突然一片空白，手紧张的不停颤抖。剧场一下子静了下来，有观众小声嘀咕，可能忘词了吧。立刻议论声四起。徐慧郎马上提醒他，只有郑年和许英旭能救场了。
建议立即降幕，平息事态。但是江团长坚信那人的应变无忧。这时，郑年注意到了许英旭的不寻常，干脆将其推开。你到底在说啥？跟你合作。最终在郑年的提示下，许英旭想起了台词，顺利完了演出。演出大获成功后，江团长走进后台，没有责怪忘词的许英旭，反而安慰他出错很正常，强调如何补救才是重点。他们俩处理得很好。他还宣布了一件事，让郑年成为梅兰剧团的学徒。但接踵而至的麻烦，剧团的财务携款潜逃了。为避免引起混乱，江团长未让徐慧郎报警，不料一切的幕后黑手竟是徐慧郎本人。他目睹郑年、朱兰与许英旭迅速成长，担心新人动摇他现在的地位，还想紧紧地把文玉琼留在身边。画面切换，梅兰剧团抵达了釜山，参与1年1度的联合演出。刚到的第1晚，许英旭就向郑年道歉了。本来以为3小之会和好如初，不料第2天江团长宣布，1个月后有联合公演，通过试镜的学徒能成明星，像文玉琼和徐慧郎。但公演需要王子和公主角色，得需要配对，没伙伴就不能参加试镜。大家都知道，郑年和许英旭都演的是男性角色，只有朱兰一个人演女性角色。原本关系刚修好的朋友，马上变成彼此的主要竞争对手了。剧团为了合作演出加紧排练，选的曲目唱起来很难，连首尔3姐妹的多美都清楚，只有郑年、英旭和朱兰勉强合适，别人去试镜只会丢脸。但一直不合，郑年处好的，大长便却另有打算。练习后，英旭找到朱兰，想要他组队参加试镜。朱兰听后既未拒绝也未答应，希望能再考虑一下。巧合的是，晚上郑年也来找他，但他并未来征询意见，意味着2人要加强练习才能通过考核。然后开始分析角色，完全未察觉朱兰的神情。次日一早，许英旭和郑年都在等着朱兰来一起练习，结果出乎意料，出现在郑年面前的却是大长辫，而朱兰决定与许英旭配对。得知此事后，郑年完全无法理解，气冲冲的去找人问清楚。朱兰简单的回答了，他担心郑年会像上次那样，演到一半太投入了，控制不住情绪胡乱加戏，如果真的那样会连累大家，所以才做出这个决定。朱兰觉得许英旭情绪更稳定，还可以看得全局，不会随意演夸张，是靠得住的伙伴。不知道2人私语已被门外的许英旭听到，郑年内心认同批评，但仍感到失落，没搭理门口等的大长辫，想着怎么逃避现实。别忘了哦，大长辫也是个学徒，他也有自己的梦想。明知自己没有郑年那般好嗓音，也没许英旭那样扎实的功底，但他渴望努力后能成为闻名遐迩的演员。因此大长便向郑年请求一次机会，希望能成为这次活动的搭档。郑年思索了一整晚，第2天就决定和大长辫一起合作。与此同时，7个剧团一起举行了记者发布会，将培养年轻演员公开。记者把握机会进行采访，听闻韩继周和蔡功轩的女儿也将参与，江团长没多想就答应了。确实他们2个会参加，文玉琼和徐慧郎的继任者。没想到下午新闻对此大肆报道，被誉为国剧奇才和声乐界的明星，争夺女王之女的宝座。事情突然变得不一样了。郑年看后心生竞争，立刻去找大长辫开始练习，但郑年实际上无法集中注意力，根本没法专心唱歌。大长辫立刻就察觉了，他想了解许英旭和朱兰的练习情况。2人整理东西准备回宿舍时，恰巧碰见了经过的徐慧郎。这人立刻叫住郑年，透露说另一组配合得很默契，显然他是有意为之，目的是刺激郑年的竞争心。果不其然，这孩子中招了，立马来到了许英旭和朱兰的练习室外，被他们表演的片段打动，深感自己有不足。此时徐慧郎走过来指出了问题，许英旭不仅表演出色，还能提升身边伙伴的表现，这种默契不是一般的强，效果就像刚才那样好。他突然话锋一转，安慰郑年别太难过，只要唱得比对方好就能赢。接着透露说后山有个洞，直接对着洞唱，声音反弹回来盖过去，1天重复几百次，直到累得吐血。半个月内绝对能上一个层次，如果让英旭赢了，就永远翻身无望。这话深刻刺痛了郑年的心。但徐慧郎一走，大长辫马上劝他别试，那招会毁掉嗓子，一旦恢复不了就惨了。但郑年没听他的，只想着怎么赢过许英旭。几天后，郑年的声音变得沙哑，连平时轻松的高音都唱不出来了。大长辫心疼地看着，以为是太累了，建议明天再练也行。但郑年不听，任性地继续唱。晚上，江团长巡夜时，听到练习室还有人在唱歌，好奇地去看了一眼，却看到郑年捂着肚子痛苦地坐在地上。他不懂这是怎么回事，用力扯嗓子只会伤害自己，连这个常识都不知道。没想到郑年竟引用徐慧郎的理由，唯一能超过英旭的
就是用生硬。这时的郑年完全不听劝，完全是竞争心在驱使他。看他那样，江团长不禁想起了过去，曾经的好友蔡公轩也遭遇过同样的境况。为了保持顶尖地位，甚至练到吐血，江团长不想让他朋友的女儿走同样的路，拉着郑年的手，告诉他不能就此认输。但郑年已经沉迷其中，连安慰的话也听不进，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。这天大长便找郑年，没在宿舍，就对许英旭说，郑年肯定又去山里了。画面切换，许英旭在山洞发现了他，追问他是不是疯了，为什么非要在视频里搞坏嗓子。他一把拉他想带回剧团，可郑年气愤地扯开许英旭的手，不关他的事。一听这话，许英旭立刻怒火中烧。他承认想胜过郑年，但他靠的是实力，如果真想耍流氓早就动手了。还有，他希望在郑年状态最佳时，在世竞赛场上公正的赢。我靠唱歌离家，跌倒再多也能用歌声重振，你让我怎么能就此收手。两人彻底闹翻了。郑年踉踉跄跄回到山洞口，大声抱怨，心里不满，因为太用力竟咳嗽起来。转眼到了试镜的大日子，徐母作为评委亲临现场，透露一下他和郑年妈可能有仇。此次试镜7个剧团的学徒都参加了，每位参赛者都很强。郑年赶在表演前到了，许英旭和朱兰很快上场了，他们的表演赢得评委一致称赞。大长辫还以为会被放鸽子呢，郑年最终匆匆来到后台，他连化妆的时间都没有。人的表演马上开始，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，无论表演还是唱歌都令人耳目一新，只有大长便知道他的努力程度。郑年唱着唱着就哭了，真感情的展露格外打动人。正当大家沉浸在剧情里，郑年突然失声，评委感觉到他声音沙哑，纷纷询问是否要继续。郑年迟迟未开口，徐母建议比赛到此结束。就在那一刻，郑年突然跪地，恳求7位团长和评委再给他一击。江团长似有所感，从椅子上站起，他的一言分外有分量。一向骄傲的老名角，此刻为学生求情，请求评委和团长再给郑年一次机会。众人看在他的面子上，许可重唱。太离谱了，喉咙这么燥还能唱得出？昏倒的郑年迅速被送医，同时试镜者的获奖名单公布，许英旭和朱兰意外赢得饰演主角青年的机会，但许英旭自知唱功演技不如郑年，于是惊慌中离开舞台。最伤心的是文玉琼，他泡在冷水浴缸里。文玉琼不是因为失去了培养的天才生气，而是因为徐慧郎搅局了他所有的计划。他已经对一成不变的表演感到厌烦，期望有人来挑战他的位置。徐慧郎听后感到非常委屈，他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文玉琼王子的形象和他们现在的地位。第二天，许英旭偶然得知了这事，妈妈不止买通了选角评委，还要他离开梅兰国剧团，使他更觉得不如郑年。从此母女俩彻底翻脸。与此同时，郑年虽然苏醒，但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唱歌，他以为多休息多吃药就能好，所以没太放在心上。回剧团后马上找到许英旭，一来是恭喜他被选上，他确实全力以赴了，这样安慰了对手，消除了那份不安，用实际行动展现了互相尊重。几天后情况依旧，他走访了多位名医，但嗓子的问题仍旧无解，只能被告知要接受现状。那晚他在库房独自忧郁，江团长突然出现了，不懂为啥他这么固执，死活不愿承认声音出了问题。突然间郑年一跃而起，把长期积压的不满全发泄在江团长身上。他觉得接受现况等同于等死。江团长担心他做出傻事，答应第二天带他去找海外专家看病，但提了个条件，只要专家说有丝毫恢复的机会，江团长不管花多少时间也要尝试治疗。但如果医生说没办法了，那就得面对现实。他带郑年去了首尔的大医院，经过海归专家的细致诊断，按现在的医术嗓子是治不好了，幸好正常交流还不成问题。郑年一听彻底失望，一下子跪地哭求医生想办法，什么都愿意试一试，只要嗓子能好就行了。但收到的答回复还是束手无策。回来的路上，郑年跟江团长抱怨，连海归专家都治不好嗓子，别人哑嗓能治好，他为何不行？然后他拒绝任何安慰。晚上郑年开始胡闹，非要去山洞寻回师生，劝也没用。最后江团长实在忍无可忍，狠狠给了他一个耳光。因为郑年现在的模样和当年的好友蔡公轩郑年的妈简直一模一样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关心，还要负责剧团上百人的生计，所以决定不再犯同样的错误，放弃这位天才。第二天一早，许英旭发现郑年留了封信就离开了。他知道自己欠团长太多，所以打算回到木浦老家。下午大长便主动找到江团长，告诉他是徐慧郎让郑年失声，然后江团长决定让徐慧郎演出完毕后离开剧团。
可徐慧郎显然不同意，他一直以来都很投入，就凭这点威胁江团长，如果他退出，文玉琼也会一起走，这让江团长非常愤怒。我一直相信文玉琼不是那种人，没想到这么信任他，差点让剧团散了。与此同时，郑年回老家后生活不太顺利，一旦见识过外面的世界，就不愿再被局限，尤其是他这样有梦想的天才，那颗渴望舞台的心，连冰冷的海水也无法浇灭。国剧王子文玉琼染上毒瘾，一下子就把梅兰国剧团推上了风头浪尖，投资者纷纷想撤资。文玉琼解释自己每天忙排练，根本没空吸麻药，要不然早就被发现了。猜想是其他剧团极度造谣，江团长认为他说的有理，在这关头更应该信任自己人，建议文玉琼立刻开记者会，力求挽回观众的信任。晚上文玉琼找到许英旭，说本来觉得郑年是块璞玉，但现在觉得看错了，他比天才还厉害，所以愿不愿意跟自己一起离开剧团。许英旭有点搞不清楚，前辈以前那么力捧郑年，为什么现在转向他了？文玉琼没隐瞒，直说郑年已经没用了，纵使侥幸归来，也丧失了观众的喜爱。话音未落，就被许英旭断然拒绝。文玉琼领会了对方的意图，没多话就离开了寝室。得知江团长将前往木浦找郑年，朱兰立即整理行装，欲同行，但许英旭认为不宜，百般劝说，终止了他的行动，自己随江团长一同乘车前往木浦。然而郑年的母亲一见他们，把女儿嗓子哑的责任全推到别人身上，他边骂边更气，一把抓起水瓢又砸下去。幸亏许英旭反应快，跑到郑年姐姐那里，从他口中知道了郑年的去向。郑年见到许英旭特别激动，问别人来做啥，没料到许英旭从包里拿出唱片，还没等郑年开口，大小姐就坐不住了，他没容忍他的坏习惯，一把就把唱片扔到海里。郑年二话不说跳海去捞。出乎意料的是，长大在海边的他竟然不会游泳，没挣扎几下就下沉了。许英旭在岸上呆住了，不一会儿他把郑年就上来了，你这是干嘛呢？我本就够想死了，你还来加戏？其实许英旭已经投降给郑年了，最后是镜头里的演技把我征服，他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，所以才跟过来，希望郑年能复合。同时郑年妈找到了江团长，希望他能别打扰他们母女的生活，非得逼小女儿死才甘心吗？江团长觉得郑年不像其他朋友，不会因为背负天才称号的压力而逃离，相信那孩子会自己回来。第二天一早，郑年拦下江团长和许英旭，说他现在不能跟他们回去，要等妈妈同意才能回剧团。江团长理解郑年的决定，转眼联合公演开始了，整场表演真的很精彩，但是有个地方得吐槽一下，那两个红面具配白身装扮是怎么回事？谢幕时还出了个小状况，国剧的明星文玉琼突然消失，徐慧郎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他，他说演出一结束就要离开梅兰剧团，还希望徐慧郎和他一起开个新剧团，毕竟这两位现在是当红大腕。没想到文玉琼直接拒绝了，今天是他最后一个演出，明天就要去拍电影了，从此两人各奔东西。徐慧郎显然很不情愿，毕竟和文玉琼合作了这么多年，他已经投入得很深了，不止帮忙掩盖吸食毒品的丑闻，还把好友塑造成完美无瑕的国剧王子，甚至用剧团的资金封住记者的口。没想到文玉琼根本没将他视为朋友，徐慧郎真是没辙了，无奈真心换来的只是冷漠。文玉琼刚出化妆室就被江团长叫住，没想到这人不再掩饰，直言要离开团队，对梅兰剧团毫无眷恋，向团长表达了不满。同时郑年妈妈望着深夜还在练习的女儿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第二天她便带女儿去了海边，告诉她有个著名歌手丁真烈，只要他一唱歌，所有的观众都会动情到流泪，而这个人的嗓音就是粗哑的，